你见过这样的拳手吗？打了50多场比赛，却输了30多场，一下场就问人要烟抽，还被台下的人嘲讽。回到休息室，被击败的拳手对他说：“没钱了就给别人去收账，晚上就去喝酒，每天浑浑噩噩，就像台下的人说的一样，他就是一个小混混，想要成为一名拳手却找不到出路，甚至连场馆的教练都对他放弃了，柜子给了其他的人使用。可就是这样的他，看着路边一群小混混中有个女生，却会把她拉出来，告诉她没事别瞎混，认真学习才有出路，混是混不出来的。去酒吧喝酒，看到拳王的采访也会崇拜，也会有憧憬。老板说这就是在作秀，像小丑的表演。听到这些话，他也会反驳。这就是他，一个日子过得浑浑噩噩，心中却想证明自己的他，洛奇。另一边，拳王的对手因为受伤无法比赛，但为了这场比赛，他们投入了很多资金，现在却找不到对手。于是拳王决定做一场秀，找一个当地的无名小卒，给他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，和拳王战斗。谁不想看这种王者吊打青铜的比赛呢？而被选中的这个人就是洛奇。一个拳王因为对手的受伤，从而想找一个无名小卒做一场秀，而选中的这个人就是洛奇。谁都知道拳王3个回合就能打倒他，洛奇自己当然也知道，但面对高额的奖金，洛奇没办法拒绝。当然，他也知道这是自己的机会。这天，教练找到了洛奇，说想帮他训练，可洛奇却说：10年来你都没有看好过我，现在你来干嘛？想看我笑话吗？教练听后没有生气，只是默默地离开。可刚关上门，就听到洛奇在门后的宣泄。教练默默地离去，可这时洛奇追了出来，发泄完情绪，然后调整好状态，这就是男人。他决定还是请教练教导他。短短几个月，他不想输得太难看，他知道自己会输，但至少也要输得有尊严。一场重大的拳王比赛，场地中的海报居然把选手服装印错了。面对洛奇的问题，场馆的负责人说这不重要，只要拳王的没印错就好。回到家的洛奇根本无法入睡，他说我打不过他的，他是拳王啊，但是我真的很想证明自己，我不是一个小混混，要是能在最后钟声响起时我还站着的话就好了。终于还是迎来了比赛，洛奇默默地上场了，而另一边的拳王却是高调的不得了，坐着一艘船出场，还把自己打扮成华盛顿的样子，整场都在欢呼着。台上拳王不断地向洛奇挑衅，全场都在给拳王欢呼着，而唯一为洛奇加油的恐怕只有那些邻居了。毕竟一个王者对一个青铜，谁都知道结果。第一回合开始，拳王不断地向着洛奇出拳，一拳接着一拳，不停地玩弄着，烘托着现场气氛，而洛奇却一拳也打不到。突然拳王的一个失误，洛奇直接一记锁钩拳将他打倒在地，这是拳王第一次被击倒。邻居们开始狂欢，而现场也有人开始鼓励起了洛奇。毕竟王者打青铜，如果青铜胜利，看点更足。而拳王看到这儿，开始认真打了。很快，洛奇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。而这时洛奇又找到了一个机会，连续击打拳王的肋骨。可拳王突然一记反击的重拳，洛奇的下巴差点被打断。接着，洛奇的鼻子被打出血，又是一拳，洛奇被打倒在地。场边的教练说：“你已经尽力了，别再站起来了。”可洛奇不甘心，他想向人证明，小混混也是有梦想的。他又艰难地爬了起来，一回合接着一回合。而这时，拳王的肋骨已经被洛奇打断了。另一边，洛奇的眼眶被打得鸡血，根本看不到前方。他让教练帮他割开皮肤，放出淤血。最后一个回合开始了。
比赛终于结束，谁都没有想到这个无名小卒居然和拳王打得难解难分。主办方最后宣布拳王胜利，可这些对于洛奇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从他刻苦训练的开始，从他被打倒却一次次站起来了开始，从台下渐渐有人为他加油开始，他就已经赢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是洛奇，都有着自己的梦想，抓住机会，努力的奋斗。虽然不一定会成功，但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后悔奋斗过的你。